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聊日本。那说到日本的自卫队，你脑子里是啥印象？甭管啥印象吧，我跟你说，看完今天这些事儿啊，你的印象可能得整个稀碎。话说，这都2025年了，这有些事儿吧，你都觉得是上个世纪的剧本了，结果人家还真就给你演出来了。这不就在前些天8月1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出了一件奇葩的事儿简直是离谱到家里啊！事情是这样的，在这个日本有个地方叫大分县，陆上自卫队坦克部队的一帮精英，他们在这儿搞演习，其中有个科目叫渗透训练。啥叫渗透训练？说白了，就让这个侦察兵2个人一组，偷偷摸摸的钻到敌人的后方去搞侦察、搞破坏。这个是个技术活得胆大心细。这次扮演假想敌执行这个渗透任务的是2个年轻的小伙，一个叫古今剑斗，25岁，是个3等陆曹，也就是个士官；另一个叫久保田爱优，更年轻，21岁。那这俩小伙子是领了任务，2人一组，背着装备一头就扎进了山里。你想想那个画面那肯定是充满了什么紧张刺激的氛围对吧？结果呢，这个电影演着演着卡壳了。到了下午，这指挥部那边就觉得不对劲那谁夜鹰小组怎么半天没动静了？这下可就炸了锅了，2个大活人就这么在演习场丢了。你说这叫什么事这天色是越来越黑山里头那是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是不是让这个毒蛇给咬了？是不是掉到悬崖了？还是说碰到了啥不干净的东西了？这个指挥部不敢耽搁赶紧派出大部队组成搜索队，浩浩荡荡就上山找人去了。那真的是锣鼓喧天不是手电齐亮，漫山遍野的找从这个下午找到了天黑，从天黑找到了半夜。就在所有人都快绝望的时候，5月12点，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这2个小伙子。但是情况非常不妙，2个人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救援队一摸凉了用日本官方的说法叫心跳停止。在这儿我得给大家科普一下在这个日本现场的救援人员或者是警察是不能直接宣布一个人死亡的，他们有一套非常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死板的程序。现场只能说心跳呼吸停止，或者叫心肺功能停止，那必须得拉到这个医院让这个医生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开这个死亡证明，这个人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所以你看这个日本新闻里老说发现一名心肺停止的男性，其实懂的都懂就是这个人没了果不其然，这俩小伙子被抢救了1个小时，最后医院正式宣布没了。这个事儿一出，大新闻演习中没了俩士兵，这可不是小事当时我就在琢磨，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自己不想活了？不能够这俩大小伙子约好了一块在演习的时候在这个山里头自杀，这是什么电影剧情这也太扯了吧？那难不成是迷路了？你就算是迷路也不至于从下午开始无线电就断联了吧？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结果过了3天8月20号尸检报告出来了。好家伙我只能说艺术果然是源于生活，但是生活呢比艺术更离奇。他俩是被雷劈没的。你没听错俩训练有素的陆上自卫队侦察兵在执行渗透任务的时候被一道天雷给收了。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大概就是17号下午的3点左右，也就是他俩刚失联那会儿。更觉得是发现他俩的地方不是什么空旷的山顶，而是一个有顶的混凝土结构里，可能就是个废弃的哨所或者是什么水利设施。哥俩估计是想找个地方躲躲雨，一看这儿有个水泥房子，太好了，进去歇歇脚。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一道闪电咔嚓嚓下来，不偏不倚就找上门了。这叫啥？这就叫天谴，这就叫点儿背到了极致。演习当天当地的气象部门早就发了雷暴天气预警。我就纳闷了，你们自卫队组织演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吗？顶着这个雷暴预警搞渗透，这不是把这个士兵往这个老天爷的枪口上送吗？这事一出这个全世界的军迷圈子都炸了，没死在这个冲锋的路上，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死在了自己家的演习场里，还是被这个雷公给劈了。这上哪说理去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只是日本自卫队倒霉催系列事件的冰山一角。你要是觉得被雷劈的是小概率事件，属于天灾，
那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啊，那可就是纯纯的人祸了，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离谱哦。同样是今年2月份，还是陆上自卫队在一个演习场里打靶，打什么靶？打炮。这炮弹呢，嗖的一下就飞出去了。按理说吧，应该是在靶区轰的一声炸开，对吧？结果呢，这枚炮弹啊，它飞丢了。你敢信吗？一枚大炮弹啊，不是一颗子弹哦，是那种铁疙瘩拖把了，直接飞出了演习场的范围，然后就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呀。当时这个基地也慌了，这玩意儿它要是掉到居民区，那还得了啊！赶紧派人出去找啊，在这个演习场周围的山里、田里、村子附近，跟那个寻宝似的找了2天，结果呢，啥也没找到。这枚炮弹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成了个悬案。但是万幸的是啊，这个周边地区也没收到任何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这事充分说明了，在日本啊，你不仅得防着地震海啸，还得防着天上掉炮弹。那丢炮弹这事够离谱了吧？别急，还有更离谱的。到了3月份，还是这个陆自啊，这一次出事的是一个精锐部队，叫第12旅团的突击队，相当于他们特种兵或者是游骑兵了。那是搞什么训练呢？锁降训练，就是从这个直升机或者是这个高塔上面顺着一根绳子刷了一下就滑下来了。结果呢，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没弄好，他身上挂着一把机关枪，咣当一下就掉下来了。好巧不巧，这地面上呢，正好站着一位负责安全的教官。这位教官啊，正尽职尽责的仰着头看着自己的队员啊，确保他动作标准、安全无误。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这把枪啊，不偏不倚正中教官的胸口。这把枪后来有人推测啊，是日本自产的轻机枪，净重大概是7公斤，从15米啊，也就是差不多5层楼的高度自由落体，砸到人身上那个冲击力哦，我都不敢算哦。结果可想而知啊，这位安全教官被当场砸得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没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负责安全的终结于安全事故，这讽刺效果直接拉满了。这些事吧，还都是发生在2025年。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咱们再往前翻翻啊，看看去年2024年的5月，这次是手榴弹投掷训练。这个科目全世界的军队都有，但也是个高危科目，所以一般都有很厚的防护墙，教官和队员都得躲在这个墙的后面。当时呢，一位队员拉了弦，把这个手榴弹奋力一扔，手榴弹在远处轰的一声就炸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啊。结果就听见旁边哎呦一声，一个教官倒下了。怎么回事？是弹片，手榴弹爆炸产生的破片，经过一个诡异的飞行轨迹，好巧不巧就击中了旁边教官的脖子，又是送医院，又是抢救无效，又是一名教官没了。事后调查报告出来了，说这位教官呀，他蹲的位置离那个防护墙太远了点，而且在这个手榴弹爆炸的一瞬间啊，他没有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头缩在墙后面，而是探出头去看那个手榴弹有没有砸中目标。我的天呐，大哥，你是教官啊，你是教别人怎么保命的呀？你怎么自己就把最基本的安全守则给忘了？哎，就为了看个烟花，把这个命都给搭上了。你看哦，刚才那个被机枪砸的是个教官，这个被弹片崩没的也是个教官，军衔也是3等陆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在日本陆上自卫队里啊，教官尤其是3等陆曹这个级别的教官简直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啊！你以为危险只来自装备和意外？天真了，真正的危险有时候来自你身边的人。咱们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拨到2023年6月，这事啊可比前面那些意外事故性质要恶劣多了，也更让人脊背发凉。还是陆上自卫队，还是训练场，这次是步枪实弹射击，一个18岁的刚刚入伍才2个月的预备新兵，注意啊，是个新兵蛋子，正在进行8、9式步枪的射击训练。突然，这个18岁的年轻人毫无征兆的调转了枪口，他没有对准靶子，而是对准了自己身边的战友和教官。他一共开了4枪，不是扫射啊，是冷静的一枪一枪的单发点射。这第一枪打中了他旁边一个25岁的队员侧腹部，这个队员啊，当时可能正蹲着帮他挡弹壳。
第2枪、第3枪，他们瞄准那个52岁的主教官，2枪都打在了胸口上。整个过程啊，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这训练场上瞬间就乱成了一锅粥啊！最终的结果，52岁的老教官和身边那个25岁的年轻队员当场就没了。另一人重伤，一个18岁的新兵在这个训练场上枪杀2个自己的队友、自己的教官，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兵变呀！事后，这个18岁的枪手被当场制服，他自己交代了动机。他说什么？他说他4月份才加入自卫队，总共就参加过5次实弹射击，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说那个52岁的老教官总是严厉的训斥他，让他很不爽。那为什么要害那个25岁的队员呢？他说的更是轻描淡写啊，他站在我和那个教官的中间碍事儿。我本来只想打他脚的，没想崩他。哎，你听听，这是人话吗？因为这个教官骂了你几句，你就要害人；因为另外一个人挡了你的路，你就顺手也把他给崩了。你看看啊，短短1-2年的时间，咱们盘点的这些啊，被雷劈的、炮弹打丢的、被自己人机枪砸的、被学员手榴弹炸的、被新兵枪崩的，还没算上那些没上新闻或者是咱们没注意到的啊。哦，对了。今年5月，航空自卫队啊，还有一架 T4教练机直接掉进了蓄水池里，2个飞行员也都没了。你说这一桩桩一件件，你把它们串起来看，这是不是水逆啊？所以啊，以后再看什么日本自卫队宣传片啊，看他们那些英姿飒爽的画面，你脑子里不妨过一下今天咱们聊的这些事儿。从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啊，可能是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又无比悲凉的事故。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